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ocky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其实是在讲，应该说真实的记录我从 Tomorrowland， 然后一路飞到香港的一个 journey。那我为什么要飞到香港？其实是因为7月的时候要换工作，所以我是要 relocate 到香港去。也因为 on board 的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完 Tomorrowland 的全程。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再回去这样子。不过就是没关系吧，反正事情总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，所以我就 Tomorrowland 玩了1天半2天之后，我就飞到香港去。不过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就是 post COVID 之后，整个的机场啊、交通啊、欧洲啊，整个就是超疯狂的大乱特乱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就是很衰的遇到了这些问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的机票临时被取消了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跟国泰订票，国泰也没有要理我的意思。然后我自己就想尽各种办法到香港，那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个记录。大家看到最后就是，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后续要怎么去处理你跟航空公司的这些，比如说赔偿啊等等的，到最后我会分享，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算了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行的。那我们就先看一下我到底那一天有多衰。嗨，大家好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本不会再用这个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，就是一个如此狼狈的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就是我本来要从布鲁塞尔坐飞机去法兰克福，然后再坐飞机去香港，因为我就是下礼拜一一定要上工，所以我是有提早离开 Tomorrowland 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早上就先坐了很贵的计程车，然后还给我迟到半小时，因为我想说我要退税，所以我其实是原本9点半的飞机，我5点就叫车了，所以我原本应该是5点半要到机场，然后我就变成6点到机场。前一天我是没办法 check in，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办法 check in 呢？然后我想说没关系，可能是有一些，因为香港有要submit一些文件什么，我想说啊，那应该是文件他们系统联动的关系，所以我想说啊，没关系，我到机场看了，早点到。就我就看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这班飞机在那个 monitor 上面？我还去排了 luggage， 这样我还排了10几分钟。后来他就说，哦，我们就是没有这班飞机。我赶快去找票务就看一看，就说哦，这班飞机大概10几天前就取消了，然后没有人通知我，超扯！我是和国泰一起订，但是它是联航，前面是汉莎航空，然后国泰应该要告诉我说，哦，你前面那班没有坐，因为我是一起同一张票啊，我前面就是取消了，我怎么有办法搭到下一班？然后他第2班飞机还叫我，就是哦一切顺利哦，叫我要submit一些文件，我全部都submit了，我还什么 PC 啊什么都做了。啊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我真的是当下我是想说，哦，因为那时候6点多，我是下午1点的飞机在法兰克福，我想说，看那我是怎样，怎么办？叫计程车吗？还是租车？后来柜台又建议我坐火车，他说到时候还可以跟航空公司 claim， 如果是坐计程车，我可能会崩溃这样子。好 ，anyway， 所以我现在人在布鲁塞尔的北站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坐8点半的火车去法兰克福，然后时间差不多就是我的飞机的2个小时之前。我真的是要疯掉了，希望接下来可以顺利到香港，因为他跟我讲说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最多可以帮你做就是改7月20的飞机这样子 ，Nothing I can do。然后我就说7点55有一班飞机，可不可以让我上那一班飞机？我可以再买。他说，哦，不好意思 ，Everything is full booked。我真的是要疯掉了，然后重点是我还退不到税，还好我刚刚一去机场我就先处理机票的事情。一般来话，大家应该会先处理退税，还好，不然我可能就是现在连火车这个选项都没有。好了，崩溃啦！刚刚那班火车本来应该会直接到法兰克福机场，但是他直接说中停科隆，不再继续开，所以我们又要在科隆想办法转车。然后刚刚一阵机场难民，就是大家一起冲，所以我就一起跟过来了。希望我等一下来得及上飞机。我真的觉得这趟真的太可怕了。
我终于要登机了，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。今天真的很不顺，因为机票我拿到是说19 get， 然后现在我在 boarding 的是16 get，so I really don't get it， 就是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问国泰说，那我的机票怎么办？他说我前面那段机票居然是被汉莎航空改机票了，所以我真的超爆傻眼，然后国泰也完全没有通知我，所以我回去还要 file customer claim。Anyway， 我先看看我能不能平安的降落香港，希望是可以。我真的不想要再有任何的意外了。But anyway， 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要怕。好，有没有觉得我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到香港？对，但是呢，其实到了香港之后，我在隔离旅馆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我的机票的问题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我从比利时一直到香港，中间经过法兰克福这段旅程，其实是有2家航空公司在 handle 我的旅程，然后我是透过国泰一起订票的了，但是汉莎航空不飞，然后国泰没通知我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那我自己后面去做 customer claim 的时候，其实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两边都在踢皮球。应该讲说国泰在踢皮球啊，汉莎航空呢也不是很负责任这样子，应该这样讲，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后来花了141欧吧，还是150欧左右的钱，自己坐了火车到法兰克福这样子。那这件事情有2个层次嘛，第一个层次是，我退的机票你其实是应该要 refund 我的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坐到这一台飞机。第二个层次是，那我自己又花了钱坐了火车，那我的火车票是不是你应该要退给我？好，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是跟国泰航空买机票，所以我就直接，大家遇到这件事情，请一定要直接打客服，因为你寄信绝对都是被踢皮球，所以我直接打了客服，告诉他说，不好意思哦，我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我跟你买了机票，然后你们没有飞，那我自己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了，那请你要给我补偿。然后对方就跟我讲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那一台飞机是汉莎航空飞的，国泰是告诉我说我不会负责，你要去找汉莎航空。这个时候大家要怎么办？你有2个选项，一个就是去找汉莎航空，第二个就是继续跟国泰撸。那我个人的 view 是，我是跟你买的，你是我的 agent， 你就是我的旅行社，就是如果你是从旅行社买，当然有出事找旅行社负责。那我今天是跟你国泰官网买，出事你当然是国泰你要负责。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，No, this is not acceptable。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帮我处理我的退款了。我不管你后面是跟哪个 vendor 接，我今天买你国泰的票，你就是要给我负责。然后那个小姐就给我狂踢皮球，大概印度籍的一个客服人员就一直跟我讲说，没有啊，我们的 policy 就是你谁飞机你就要去找他处理啊，而且他还跟我讲一句话说，第一点我有发信告诉你飞机不飞，没有，我绝对没有收到这件事情，我就告诉他说几年几月几时几分几秒你寄的那封信你给我调出来，如果你调得出来的话我随便你。他就说我有寄，他一直跟我鬼打墙，我就说你就是没有寄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好，他就不敢再跟我讲这句话。第二点是他告诉我说，因为我自己去坐了火车，是我更改了行程，所以这个他不会来处理，他也不会赔偿我。这个就让我更发火，就是come on， 我是因为你的疏失让我没有办法搭上我的飞机，我也没有办法去 plan 我的其他的 replacement。那你今天跟我讲说我自己去接受这件事，我也不吞，所以我直接告诉他说不可能，你必须要去处理这件事情。那当然他就是一直跟我讲说I will ask my supervisor, please wait， 然后他就给我听一堆音乐 blah blah blah， 然后回来就跟我讲说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啊什么什么的。这个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跟他撸，逼着他送 customer claim， 这件事绝对是可以送 claim 的。于是经过了1个多小时，来来回回，我直接骂那个客服说，你不要给我假装放音乐，然后给我抠脚，然后再回来跟我讲说come on， 我已经问过我老板了，不行，你就是要一直逼他往上级报告，一直逼着他不让他挂电话。如果说他说
什么哦，他问啊，下次再打来啊，你千万不能放过他，因为对那个小姐来讲，她就是没有办法 close 你这个电话，对，也会影响她的 KPI， 所以你一定要逼着她让她去送 claim， 所以最后我逼着她送 claim， 国泰终于过了几天回我大概花1个多小时了，国际电话，请大家一定要买 Skype 点数，不然你的账单也会崩溃。就告诉我说，好，他愿意赔偿我，退我机票的那个款项。我其实后来没有去查到底退多少，然后他也给我一点点点数，我还没有时间去 check。但是我应该这几天会去 check， 但是一定要这样，不然你就要不回你这个钱。好，第二个 part 是那我火车的钱怎么办？我自己多花了140几欧，那也是个5、6千块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于是我就再去找了汉莎航空，说，你们有这个疏失，你们飞机在10天前就取消，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还自己劳心劳力这样子。汉莎航空比较干脆一点，他直接跟我讲说，好，我就赔你火车的钱 ，no more，2选1。好，至少国泰赔了我飞机的票的钱，汉莎赔了我火车的钱，你要这2个加在一起，你才稍微就是至少是没有损失，虽然心力真的是要疯掉，但是你至少钱的地方没有损失。好，我以为这样结束了，我这几天大概过了2个月了，我再回去看我的账户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进账，所以我又打电话去屌了汉莎航空一轮这样子。那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把钱给我，但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千万不要放过航空公司，不要放过客服，他们是有他们的责任也有权限去处理这些事情的，千万不要摸鼻子就走了。然后汉莎航空他告诉我说他款项汇款失败，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一定都是我们手动要去 check 到底航空公司有没有把钱汇进来。他汇款失败也没有讲哦，我觉得这件事真的超不负责任。我觉得汉莎跟国泰真的是超懒的。我这2天会再回去确认国泰航空到底有没有把钱退给我，有没有退成功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们可能过2支影片就看到我在抱怨。但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你们出门，如果你觉得被欺负，那你就要 fight for it， 不然吃亏的就是你自己，不开心的就是你自己。好，以上就是我跟航空公司客服纠缠的小故事，这样。希望今天的这一支就是纪录片，有让大家有一种我自己一直在升级打怪的一个分享，这样子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加油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